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川普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而且他是一个狠人。他疯起来，连自己的盟友也杀。他今天对了加拿大，他今天对了墨西哥课了关税，而且是25%的一个重税，甚至之前施压的巴拿马投降了。他说：“我从今天起，我退出了一带一路。”而现在大家更关注的事情，川普施压的下一个对象是谁？恐怕就是我们台湾。直接讲白了，晶片要课100%的关税，甚至呢，商务部直接讲了，是台湾夺走了美国的晶片法案、晶片的这些相关的商机。而讲完之后，最有趣的来了，是我们的前总统蔡英文。他接受了《泰晤士报》的专访，他直接讲得非常白，我如何让川普站在我这个地方。讲完这句话，他要对谁说？为什么要接受这个专访？或者是这个专访是谁要他上的呢？今天我们会全盘带你看进去。好，今天我们要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聪哥，我今天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一篇报道。没错，前总统蔡英文。他接受《泰晤士报》专访，他直接讲我是如何让川普站在我这个地方的。这已经不是蔡英文第一次讲话了，今年他讲话的次数频繁还蛮多的哦。对，而这篇专访很明显他在对谁讲，或者是谁要他说。没错，我们要事实上这个报道来说的话，这个蔡英文总统接受这个《泰晤士报》的专访里面来说，他的大纲是说，我领导台湾的这8年呢，我怎么让这个川普站在我这一边，或者说我怎么跟川普打交道。他当然讲的非常多，可是他其实呢，我们看到春节的时候，就是他是带小狗被遛狗啊，这个消息怎么突然之间接受媒体这样采访？因为这篇采访是相当具有政治意味的哦。那这种政治意味的时候，大家想为什么这样？现在有几种想法。第一个，他可能呢要传达美国的意志给我们赖清德总统。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目前为止，台湾跟美国的沟通管道呢，是不是有出了什么问题？对。好，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很简单，现在川普不是左打右打吗？一下打这个加拿大。然后一下打了墨西哥，连自己盟友都打，对，然后又打中国，然后又打巴拿马，打这么多之后，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他都跟这些盟友的国家里面都有沟通管道。至少他已经跟这个加拿大虽然他课的关税，现在他今天也准备跟杜鲁道在进行电话沟通嘛。那中国，他跟习近平之间有沟通管道嘛？那墨西哥，他跟墨西哥总统也沟通非常多嘛。巴拿马也是一样啊。那台湾有没有什么相关的沟通管道？我们目前看不到嘛。所以为什么蔡英文总统要出来喊话这句话呢？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的确台湾跟美国的沟通到底是什么？那有没有符合川普的需要？我觉得这是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大事。我刚为什么说川普疯起来，连自己人都会怕？对，今天包括了加拿大，对，包括了墨西哥啊，我认了25%，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未来我们再想想。但现在第一个被打趴的恐怕是巴拿马，巴拿马直接举双手投降。各位，我错了，我今天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对，没错。事实上，这个今天最戏剧化的，当然巴拿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这个卢比欧就是他们国务卿呢，到这个巴拿马去访问了。到巴拿马去访问，因为他到访问前、访问后的时候，他都讲得非常硬嘛，对不对？然后他说，这个其实呢，我们为什么要拿到巴拿马？因为巴拿马被中国这个运河被中国营运啊，那尤其打仗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受到影响。就没想他还见了这个巴拿马总统。那巴拿马总统，因为我们知道卢比欧会讲西班牙语嘛，他们就非常开心的拥抱。然后讲完之后没多久之后，巴拿马就马上说，我们退出“一带一路”，就这样。好，那为什么刚见面呢？对，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事实上，美国政府或者说卢比欧都一直说，你看我们这个为什么他要选这个新年的时间？因为他就这个时候最多中国人会在巴拿马出现嘛。你看现在这个时候，你看巴拿马的这个街头上面，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是在巴拿马？对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巴拿马大概有10%左右的人口是华人，因为早年他们也到那边工作，帮这个巴拿马建运河，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活下来了，所以他们其实有大约10%左右的这个华人。那因为华人那边开餐厅嘛，你看，还有巴拿马的这个中国餐厅啊，老北方餐厅，然后你们在舞龙舞狮这样一个状况，对不对？然后还有庆祝什么2025的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表演，非常多中国人啊，对不对？那尤其是什么，还有什么烤鸭餐厅啊，都是中国吃中国菜，中国吃中国菜，所以呢，他刚好去的时候是这样，就美国指控说。巴拿马被中国控制，那不是就是这样子吗？你看，真的是啊，餐厅更是都你的啊。对啊，街头上还可以吃到烤鸭餐厅啊，然后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香蔬菜的餐厅，然后你看到处都是中国的喜宴，都是中国人啊，所以这时候不是证实了就是中国的就巴拿马是中国在营运的嘛，所以这等于是他故意选这个时间点，而且他故意去了之后呢，巴拿马马上就说了，所以等于是送中国一个非常这个大的这个礼包，就是这个春节过完之后，巴拿马就退出“一带一路”嘛，所以呢，事实上这个而且川普也讲得非常有意思哦，你看他在这个 True Media 里面，他贴这个文章哦，对，他贴这个文章里面，人家讲什么？他是说，你看，这是过去有贴什么中国，你看中国银行的这个状况，现在已经贴成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有用嘛？他说，巴拿马正以极快的速度在拆除64%，他说。
巴拿马境内有64%都是中文的这个标志，他说把它拆掉，然后他们都写了中文，那他们到处都是，就是这一张标语嘛，原本上面都是中国字哦。是，那他就说，因为到处都是中国字的这个标语，所以中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所以你看。所以为什么卢比奥要选那个时间点？因为都是中国的标志，中国人一大堆，直接说不能换过关，好拆掉。对，所以他这样讲嘛。那他既然这样讲了，那卢比奥都去了，所以这几天的时候呢，这个巴拿马就做了非常多的动作。巴拿马的总统穆里诺就说：“好啦，这个我们的确要退出一带一路了。”而且他现在把这个矛头指向什么？他说呢，要这个前总统啊，必须要这个负起责任，因为这前总统瓦雷拉他在任内的时候跟中国建交，而且过程是一场不透明的这个谈判，所以他等于是把这个锅呢甩给前总统啊。好了，那我退出一带一路，那你就放过我巴拿马吧。好，那事实上为什么这个目前巴拿马政府也在调查这件事？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呢，他们1997年的时候，这个和记黄埔拿到这个2个港口的经营权嘛，两个港口的经营权之后，他们要回馈给这个巴拿马政府的时候，原本要承诺$220万的固定收入，后来变成是从玫瑰6块美金，然后到9块美金，就没想到后来之后到12块美金之后，巴拿马都没有调涨过。他说，事实上巴拿马应该把它调到玫瑰16块美金，那因为没有调涨。那没有调涨，让巴拿马至少损失10亿美金以上。你的意思是说，当时他把这个港口租给了这个中国的公司，然后他就拿了非常多钱，原本是可以拿非常多钱，后来发现奇怪。我们政府的钱怎么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没错，就你中国讹我的。对，好，这个目前有几个说法，一个是中国不给他，一个是这个多出来的钱呢流到这个前政府，所以他就说那是前政府拿走的钱，所以现在等于是他要调查是不是有涉嫌贪污这样一个状况。好，那你说巴拿马会不会害怕？巴拿马当然害怕。事实上，在之前呢，这个川普要下令说我要调查巴拿马的时候，事实上巴拿马运河他们相关的管理局已经开始去调查和记黄埔这2家公司，而且他们还请了一个这个所谓川普的这个盟友来担任我们的这个查账的中心啊。所以这样，事实上现在目前为止，巴拿马已经准备要投降了。好，除了巴拿马投降之外啊，事实上下一个投降呢？可能是加拿大，真的假？川普最近很呛哦，对，说你们就是我的51州啦。对，那加拿大他怎么说呢？你看他这个贴文就这样讲，你看他说要对加拿大发动关税战的目的是还要从经济面施压，以吞并加拿大。他讲了，他都直接讲出来哦，成为美国的第51州。他都直接讲这样要吞并他。他说啊，我们没有理由每个年什么支付100亿这个上千亿的这个美金给加拿大。他说加拿大输到我们美国来的什么石油、天然气、木材什么，我们都不需要，我们可以从别的地方输进来，我们美国自己本身就有，所以我们不要。然后又说什么加拿大不再是一个如此可以生存的国家，虽然残酷，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嘛。所以加拿大应该成为我们珍贵的第51州，加拿大人民提供更低的税收，还有更好的军事保护，而且没有关税。所以呢，他就直接这样讲嘛。好，那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现在很简单，就是因为为什么？因为目前为止加拿大经济的确不好，不然杜鲁道不会下台嘛，对？不是，聪哥，如果今天是加拿大人，我听到这样讲，我会翻桌对，可是问题是，也有某些加拿大人认为说 OK， 为什么？他 OK 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目前为止政府支持度低嘛，要准备改选，然后经济困局，然后包括说非法移民涌入，然后生产力低落，所以某些加拿大，当然这个目前为止，他们加拿大目前的民意来说是一败一败啊，但是还是有些人说好了，那我们就这个加入美国之外，好，那实际上而且还怎么样？因为目前为止，加拿大不是也对你寄出这个反关税吗？他们没有问题。好，如果你要关税战的话呢，我不在乎，美国可以顺着这个加拿大意，大家一起玩。所以就说你被胜后，我马还没来，所以看起来的话，他就直接要把这个加拿大压后落地，让你完全无法这个起楼之后，你就自然而然会成为我美国的第51州。所以看起来的话，他真的是手段很强硬啊。好，那我们讲，那他到底是有没有可能会这样做？我们先给大家讲。这是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各种商品，这么多的这个商品里面比较多的大概就是什么个人电脑啦，然后包括电视机啦、啤酒这些东西。然后2023年的话，美国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大概就是石油是最多的一个状况。那原油都最多的状况里面，你看事实上加拿大还有这个墨西哥呢，他们分别占他们出口到美国了，分别占多少？20%还有30%。对，所以那美国出口到这2个国家只有3%。好，所以就说，我不怕来啊，你卖给我的东西占你经济比重比较高，然后我卖给你才3%，所以我不惊嘛。所以呢，他愿意跟他打。所以呢，川普其实算得很精，他为什么挑这2个？这2个打下去的时候，你也听嘛，对，你会痛的时候，那 OK， 我就不会对你造成我自己本身损失的很少，但是对你损失的很大。那中国它也是在盘算，现在中国目前为止来说它很多产品来说，你看它的产品，它包卖给这个智能手机啦、平板电脑、锂电池这些，
这个占中国的比重都非常高。对，所以就是说，美国现在至少目前为止没有跟中国可能要打这个贸易战，他可能要盘算一下，到底我跟你打下去之后，到底我会损伤多少？但是对于这个墨西哥跟加拿大说，我是温雅，对中国来说，我还要考虑。所以呢，事实上目前为止，我就跟你讲，川普的任何作为，的确都是精打细算的。好，那既然精打细算之后，这就回到我们最原始的这件事情嘛，就是现在川普呢，这几天他都在讲什么？他在讲从台湾的这个晶片啊。他说：“这个1月27号就是说，我们这个晶片呢，这个100%的关税，涨那么狠，98%都是已经到中国去了，到台湾去了。然后他们的商务部长还说什么啊？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 Intel 的技术，然后后来被台湾拿走了，他占了我们的便宜。所以呢，他说要对台湾的这个关税可能要晶片可能要100%啊。好，那讲了这么多的时候，那我们有办法跟他沟通？目前为止好像没有办法沟通嘛。对，所以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所以才会有这个文章。”这个文章就是他在这时候呢，突然出了这个《泰晤士报》的这个专访。那《泰晤士报》的专访来说，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他可能要讲给我们现任的总统听。好，那他为什么在《泰晤士报》？那也有一种说法是，会不会是美国人这个跟这个所谓蔡英文透过蔡英文去传话，说，你要来跟我谈一谈。所以无论如何来说的话，台湾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怎么直接跟川普沟通，还有我们有什么样的筹码可以跟川普谈判。我觉得这都是接下来台湾必须要面对的几个重要的这个事件。好，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美国现在对中国真是非常狠，他现在是把刀子直接架在他的上面。我刚刚讲了，他对他的盟友，包括了加拿大、包括墨西哥不手软，他对中国更不会手软。尤其是你敢挑战我，你敢打我脸，这个 DeepSeek 出来之后，好像我们AI 怎么样很差还是怎么样，你们成本很低。现在你拿出来打我脸，我会给你更惨的代价，而且直接讲白了。你就是偷来的，你就是盗用我们的，直接往死里打了吗？对，其实这个今年来讲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美股崩跌，大家会吓傻了。NVIDIA 一天之内竟然跌了12%，为什么呢？都是因为这一句话 ：Hi, I'm DeepSeek。DeepSeek 出来之后呢，大家想说我们也看过 AI 啊，你这个 AI 有什么了不起？结果没想到它的 AI 跟美国的 AI 不一样，它的 AI 竟然用 H800就可以弄出来，而且呢，它的 AI 不用像美国的这些巨头公司 OpenAI 来讲的话，你要用个几百亿、几千亿。不用，他只花了大概是600万的一个美元，就可以训练出这一个 DeepSeek 的 AI 的一个模型。所以呢，大家就吓傻了。可是你查下去，你知道吗？美国人吓傻了。原来在之前这个晶片禁令出来之前呢，他们就偷偷的快速的买了1万颗的辉达 A100。所以呢 ，DeepSeek 不是不需要辉达的晶片，而是他们之前就已经绕过你的层层管制。过去来讲，如果你要买到美国，你要从美国这边买到它的一些 NVIDIA 的晶片是很困难的。对。可是呢，你是不是绕过新加坡，或是绕到其他地方，你就把它给买下去？那买下去的话，你到最后的话，美国的这晶片禁令会不会根本就只是纸老虎？中国一点都不怕你。所以讲来讲去非常简单，尽管你有 DeepSeek 出来之后。你没有晶片，你什么都不能干啊！你不用再吹啦。你没有晶片，你要做什么？你现在中国能干嘛？只能投降吗？没有，其实过去来说的话，你认为说他们不需要美国的晶片吗？他们需要美国的晶片。然后呢，这一次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央视嘛，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在整个春晚里面有很多的置入，因为华为是他们举全国之力打造出来的，绕过美国的一个进口禁令的话，华为的手机都非常非常的。好像很好用一样，你看，不管是在他的歌曲里面，还是他的小品里面，都有拿着。春晚的画面都是满满的华为，对，都是 Mate 70 Pro。然后呢，你这个就觉得说啊，这是不是置入啊？好像华为非常非常的好用感觉，对，好用的感觉。可是重点来了，重点就是大陆的网友就发现说，你舞台上面都是华为，可是呢，你看这张照片哦。这张照片是什么？就是这张照片。对，这张照片就是艺人自己拿出来自拍的照片。可是呢，怎么会都是3个眼睛的？苹果。所以呢，他们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华为这个是什么？华为是工作 ，Apple 手机是什么 ？iPhone 是生活。所以呢，我在上面的话，当然要拿出华为啊。可是实际上，你自己拿出口袋的是什么？是你的 iPhone 手机。好，另外来讲的话，这个陈奕迅跟这个运动家一起。合唱的孤勇者的时候，你正面拍过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像我们自己用 Mac 笔电的，你就知道你下面这一排啊就是 Mac 的啊。然后呢，Touch Bar 就是 Mac 的，为什么呢？所以前面赶快要遮起来了。对，所以前面要遮起来，可是你后面就露馅了，因为的话，你要混音，你要做一些音乐的话，你要混音器的话，比如说你这个日本公司的 Alpha Zeta 拥有的这个音乐混奏的软体，还有。Ableton Live， 这是德国公司的，你就是要用 Mac 才跑得动啊。所以呢，你过去来讲的话，你需不需要美国这些东西？
恐怕还是需要的。好，那现在来说的话，美中对抗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主旋律。过去来讲的话，2月1号，川普签了一个行政命令，他就说呢，对加拿大、墨西哥的商品呢收多少？收25%，但是对中国只收了10%。很多人就想说，这个主旋律是不是慢慢的变掉了？有大小眼吗？对不对？大小眼，你前面不是喊得很大声吗？你要对付中国吗？结果你怎么对你的？其实加拿大不只是你的邻居呢，很多部分来讲，他也是你的盟友。老大哥捉你冲的时候，加拿大没有资格，没有喊 say no 的一个余地。可是呢，我们来算一个数学给你看哦。加拿大、墨西哥、苏美的商品要收25%，对不对？可是呢，中国来讲的话，它只加10%。但是你要看基期啊，它之前中国的商品大概就是20%了，我们直接算是19.3%，它前面早就有了，它已经堆叠到一定的高度了。20%再加10%是多少？是30%啊！所以呢，可以来说，川普对中国还是不手软。另外来讲的话，其实慢慢的，中国已经要开始释出的善意。中国善意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什么？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不是说川普在当第一次总统的时候，他跟刘鹤签了一个2000亿美元的商品跟服务，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刘鹤你是副总理，你来跟我签这个2000亿，2000亿代表什么意思？你要尽量的采购我们的商品或是我们的软体服务。可是后来刘鹤回去之后呢，习近平不高兴，就把他给头衔制裁。重点是什么？重点是统计局就发表一个声明，就说你的2000亿最后连买都没买，但过去没有买的2000亿，你以为这笔账就一笔勾销吗？不行，因为他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是那个男人回来了，川普又回来了，所以呢，他念之在之的。前世今生就是你答应我的2000亿，所以中国现在也说认了，对不起，我当时没有买，这次我要买了，我要买了，没错，这次要买了，然后要买什么呢？很多的事情来讲的话，尤其是特别的就是什么，包括像美国过大投资，然后呢还在电动车领域上面的话，你都要把它给买下去，然后呢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更直接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之前讲的这个芬太尼。每次中国大陆都直接说，那不关我们的事，那个东西是原料进口的，跟我们有关系。我怎么可能输入？我怎么可能出口毒品？但现在来讲的话，他们也愿意说来共同打击芬太尼的这个毒品。而且现在美国真的是趁你病要你命。TikTok 的东西，对，现在你不收购的话，我就玩死你喽。对 ，TikTok 来讲的话，它的母公司是 ByteDance 字节跳动。那个时候拜登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嘛就拆卖给我美国的公司，不然的话我就把你给崩掉。可是呢，当时候这个是谁？周受资，他是 TikTok 的执行长。那个时候 ByteDance 的态度是说，我干脆就不要卖了。不要卖是什么意思？不要卖就被崩掉，被崩掉是什么意思？被崩掉就是这些钱都。打水漂了，都归零了。然后川普就是一个很厉害的生意人，他就跟我说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禁令再往后延几天，你们赶快找美国的这些大公司来买。重点就是说，你的资产要么就一文不值，你被崩掉根本就没有意义啦。所以未来就现在就是微软最有机会了。对你不是一文不值，就是要1兆元。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Microsoft 来讲的话，可能是最有机会来买的。可是重点是中国的态度，如果他愿意卖给 Microsoft 是美国公司的话，那代表说中国大陆在这一块来讲的话，已经慢慢的趋向妥协了。体会我们刚刚提到了，包括了关税，包括了一些相关的 TikTok 收购等等，都是一刀一刀挥向中国。尤其是大家现在最关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黄仁勋在川普的就职典他没有去哦，但是呢，他在上礼拜之后急匆匆的被找到白宫去，原因是什么？都跟 DeepSeek 有关系。而跟 DeepSeek 有关系什么？你的晶片流到哪里去了？现在从晶片第一刀直接插到中国的心脏嘛？对，照道理讲哦，川普强势回归哦，事实上哦，最近有2个案子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第一个就是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做不下去了，对，后来他就回去了辞职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巴拿马总统刚刚提到啦，他们连“一带一路”都要退出啦。我赶快退出，我不玩了。照道理讲，中国事实上应该照刚刚玉峰讲的，也要开始对这个所谓的川普称臣才对啊。结果呢，中国一向采取2手策略，你知不知道？在过年期间呢，大家大过年，结果出现一个1月28号，这个 DeepSeek 说，可以做出跟 OpenAI 这样一个水准的这样的东西哦。结果后来造成美国股市大跌。这时候1月31号，川普马上就找这个黄仁勋来问一问了啊，厘清事实。你知道黄仁勋刚刚你提到，他没有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对，甚至在拜登政府的时候，其实他也跟美国政府来对抗，你知道吗？对，因为为什么呢？你美国政府管太多了，我东西想卖给中国，我高阶晶片想卖给中国，你为什么管有那么多呢？但是因为大家知道嘛，你高阶晶片卖给中国的话，那这时候美国的高科技怎么办呢？是不是被偷走啊？按照那个准备要上任这个商务部长就讲到啊，中国那个 DeepSeek 是用偷的嘛，所以偷的才便宜啊。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川普在做一件事情，把黄仁勋找过来，
告诉黄仁勋说，哎，你把事情交代清楚。到底那个晶片的那个东西怎么流到这个 DeepSeek 去的？你是通过有人传说从新加坡过去嘛？说不定台湾台商也有牵扯在其中啊，韩国嘞、日本嘞，还有很多其他国家嘞，所以到底是谁卖过去的？到底是他怎么弄出来的？所以这些很多是技术问题哦。我觉得找这个专家，找黄仁勋来跟他解释，应该是最清楚的。那接下来，川普可能要做另外一件事情，他弄清楚所有的来龙去脉之后呢，接下来继续打中国。继续搞中国，继续杀中国，让这个 DeepSeek 可能也没办法生存下去哦。所以现在其实川普哦，不要小看了，因为我觉得中国很奇怪，就是要做所谓的出头鸟，人家他棒打出头鸟，你自己跑出来让人家打一顿，然后打一顿之后你缩回去之后，然后又这样。所以其实川普对外讲一件事情，说，这个好好的竞争是没问题啦。但问题是什么？它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的话，那就惹火川普了。所以这件事情啊，我认为川普会记在心里。包含前面我讲的，包含 COVID-19， 包含晶片的问题，包含很多的其他这个被中国剽窃的东西来讲的话，现在川普一个一个要跟中国算总账。好，我们刚刚提到 DeepSeek 一发布之后，现在美股大跌，台股也受到一些影响，甚至呢 AI 的晶片战又要开始来开打。但是呢，里面最妙的是什么？包括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听到的时候，他说：“啊，这个一定是假的啦，他不可能用这么低的成本啦。”他在酸中国的时候，他在酸 DeepSeek 的时候，其实宇轩他乐开怀了，因为你用那么低廉的价格，用这么低的一些成本。对特斯拉来说，哇，我股价涨翻了。照我们刚才特别提到，聪哥说这个东西叫一好一坏。为什么一好一坏？好的是说，其实对于这些终端的产品，比如说我们讲的 Meta 的眼镜啊，甚至你讲 Tesla 的这些 AI 的这种应用啊，甚至自动驾驶叫什么？叫做终端运算。对，也就是说我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原来这么便宜就可以搞定了，对不对？所以我当然非常开心啊，因为你现在看哦 ，Tesla 它在做什么？它在 AI 的领域上，特别是自驾领域上，已经超出我们的想象。你现在看到一台车从工厂开始出发，而且排队排好，沿着这些我们讲的狭窄的道弄呢，一台一台的停到了停车场。里面没有人哎。对，赵和，你发现到一个重点，我们刚才讲了老半天，它都是自动驾驶。换言之，我今天从工厂生产出来，对，我自动驾驶的到我的仓储区域，自动驾驶行经我的道路，而且你自己想想看哦，光是这么多台车，10几、20台、30台要排站已经不容易。大家看哦，旁边还有那个是什么？工程的小车、小布布经过，对，而且你看那个小布布根本没当一回事。照如果是换车是我吓死我如果开到路上，开着那个小布布，然后一台特斯拉从我面前经过，里面都没有坐人，我吓死了。就说吓死，这车会自己开，就不是。他根本就完全没在怕，而且你知道更厉害是什么吗？你对象有来车，这个没什么稀奇。更厉害的是，当我行经道，原本比如说我是双向道，对不对？然后刚好遇到一个匝道口，不好意思哦，这匝道口你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单行道哦。那单行道他会等。对，而且你看哦，这个车子是在我们讲50公尺、100公尺之外，他就已经赶车到你，然后我就等下来。等你一走之后，一般来讲哦，有人遇到红绿灯照，你知道会做什么动作吗？开始有些人皮的三宝开始在那边滑手机啊，东摸摸西摸摸，没看红绿灯，他不是迫不及待的，你车子一过，我不到1秒时间，马上油门踩下去，布隆催泪就直接过去了。所以代表说它的灵敏程度以及它的细致程度，甚至对于感官的程度，已经高到我们无法想象。而且你看到的是白天，对不对？不好意思，连晚上它也办得到。对。晚上呢，它也可以干嘛？晚上呢，它照样视线不好哦，而且没有电灯哦，没电会暗明蒙，叫熊跨屋。所以各位，我们讲这已经完全不是。对，如果是白天的话，基本上其实不会很难，晚上最难呐。对，因为自动驾驶很怕晚上说，比如说我的光达，甚至我的视觉辨识系统啊，可能会有问题，它都没有这个问题。而且再来，各位你有没有仔细注意到一个点？这个停车场这么多这么多的位置，对，那它不会强碰吗？它不会说全部人都想停同一个，然后挤住了，然后另外一台车呢，赶快又跑到另外一个位置又挤住了，它不会。等于就是它的自动驾驶以及它的安排跟它的 setting。已经巧妙到说，我每一台车的路线跟规划全部都是有联动的，所以我们之间可以很顺畅的，即便我们同时出发，也不会打结，也不会说同区抢同一个位置。但我跟你讲，特斯拉更狠，他现在做到这个程度，对不对？对他来讲远远不够哦，他还要继续干。为什么呢？他现在直接在他的工厂跟他的我们讲的仓储以及甚至我们讲高速公路这些相关的对面的地点装运站。打了一个叫做地下通道，有地下通道，对，他等我讲，车子直接走地下通道哦，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对，他就直接从我们两个连这个地下通道有没有长得都像 Cybertruck，连那个出口都像 Cybertruck，他就是说我从我的生产线要过去呢，我要干嘛？我要走高速公路。各位，你看这张图你就懂了，
它现在是这个红红的哦，一直线就这样直接打过去了。但以前不是哦，以前它要怎么样？绕出去走高速公路，弯啊弯啊弯啊弯。你说哦，宇轩，所以它是道路行驶有问题吗？不是哦，因为请问一下，上路在美国的法规上来讲，你知道它干嘛吗？它要挂牌，对，等于就是我车子落地了嘛，对，跟我们在台湾买车一样，我车子等于落地了。但我如果落地的话就很麻烦呐，对不对？但问题是我如果是地下打通一个通道，我直接从我的工厂呢到我的集货地，那请问这叫什么？不算落地了，我私人资产嘛，我就在我的房子里面爱怎么开怎么开嘛，我在我房子里面开车不用挂牌啊，所以你看啊，他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以为这通道只有这样吗？不是，它通道里面还有电灯哦，而且你看它电灯上面呢一整条的，有没有跟雪山隧道有点像？但是呢变成我们讲科幻版的雪山隧道。所以你想想看，特斯拉做到这种程度，那你刚刚讲的都是外在，对，也就是我在马路上跑，那你以为内部就没事了吗？没有。内部更恐怖，更厉害了。对，照我们讲，我们搭计程车，对不对？最怕遇到什么？掉手机，对，掉手机嘛，对不对？还会吐，对，还会吐嘛，对不对？那司机也很头疼，等一下跟你收2000块清洁费、3000块清洁费，特斯拉不用。你以后搭他的我们讲的 Cyber Cab， 你知道会怎么样吗？第一个，你手机掉了，对不对？他会帮你侦测到，他的手就叮，帮你找到手机，然后加起来说，兄弟，你的手机掉了，这么贴心。他会跟你讲，他会跟你说，你东西不要忘记哦。我们搭计程车的时候，他会说，请乘客下车时注意手边物品，请不要遗落。他不是，他直接拿给你。OK， 他会自动帮你侦测，然后再来，你如果吐了呢，或者是说有食物啊，吃汉堡啊，对不对？弄得乱七八糟，很脏呢。他没关系，他直接自己来清。你看哦，你自己看到现场画面，开始吸尘器的吸啊，然后清东西的清啊，而且它是整个360度。哦，这个脏的东西全部都是吸起来，这是多细微的，这顶多就是吃什么玉米碎片，然后掉在地上，他都感测得到。重点是他感测得到，他感测得到之后，然后开始吸，然后开始再擦。我看完之后，我都觉得我车子好像可能它比它还脏，它这全部东西都有办法自己来，都自己弄。所以你看完之后，你就想一件事情。未来这些东西会更便宜，因为 DeepSeek 已经跟你讲了，我们不需要那么高的算力，甚至是廉价阳春的晶片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我就请问，对于特斯拉来讲，这是一个利多还是利空？当然是利多啊！那等于说未来我可以花低成本就可以把我车子清得干干净。所以你看它的股价维持在404块，虽然没有创下新高，但是比起其他的股票根本没跌。而现在不只是它，连另外一个人叫谁 Meta 祖克伯都讲，他看到这个Meta 股票创我们讲历史新高，持续创高，让我省钱都好啊。这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搞另外一个嘛，他搞的是什么眼镜嘛，所以对他来讲，你们这些边缘运算的，对不对？越便宜对没有越好事啊，因为我们又不讲究说要冲刺最高规格的算力，我们讲究的是什么？可以 B to C， 你们在 B to B 嘛，我们要的是 B to C， 可以商用化，可以泛用化，可以平民化。所以现在对所有 AI 这些我们讲的整个消费端的产品来讲，根本叫做战国时代，每个人都想抢。瑞德哥，我们其实谈到了川普的用人，他就直接讲得非常白：你今天帮我，我一定帮你到底；你今天如果是我的敌人，我就把你弄到死。尤其是刚提到了加拿大，包括了墨西哥，尽管是盟友，你不听我话，我就让你完蛋。而现在关于谈到所谓的 DEI， 现在 DEI 到如果是天灾，都能解读成是人祸吗？那么事实上，美国啊非常的诡异啊，为什么呢？在4天之内呢，有4架的飞机跟直升机发生事故。那么第一起事故是美国的 F-35A 啊，那么它在这个试飞的时候呢，结果没想到直接失去动力，整架 F-35A 呢就直接垂直的失去动力。我们刚刚看到，那么直接在跑道就整个这样掉下来啊。那么还好，它的飞行员呢，那么弹跳呢获救。那么这是第一起啊，结果没想到马上紧接而来发生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一架这个等于说民航机啊，它已经要降落在华盛顿国际机场了，竟然在要降落的时候，在空中跟陆军的黑鹰直升机2架对撞。这是不可思议的低级的这个错误啊！那个2架撞了以后呢，那么直升机跟飞机呢，你看2个对撞了以后呢，那么直接就坠毁在下面。那么总共造成了67个人死亡，也就64个民航机的这个机组员跟乘客，另外3位的这个黑鹰直升机的这个驾驶机工长呢也死亡啊！这到底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里面还有这个世界滑冰双人组的这个冠军呢，不可思议啊！那么第3起呢，那这个第3起那更令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呢，它是一架医疗专机，要从美国飞回到这个墨西哥去。那么起飞不到30秒钟，就突然间那么失去动力，然后撞击起火啊！而且它起火的时候，那整个那个飞机的残骸啊到处喷射，所以呢有一架
那么停放在路边的这个汽车呢，它的男性驾驶员就被这个残骸给那个撞到了以后呢，不幸死亡。所以这起总共飞机上6个人死，然后那个等于说汽车有1个人死，总共7个人死亡。但是它的残骸射进去旁边一个这个4季餐厅啊，里面当场一个男性顾客呢，他的头部被削到以后血流满注，不过还好送医了以后呢救回一命。刚刚说的4天之内有4架的这个飞机跟直升机连续发生事情嘛，美国总统那么川普呢，他把所有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包括这些飞机直升机失事的事情，直接怪在 DEI 什么意思啊？川普一直对这个所谓跨性别存在非常不友善嘛，所以呢，他对不友善，尤其是同性恋同志，他非常不友善，所以呢，他后来就直接讲。他那时候那么要走马上任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开除相关的有同志跨性别的人在里面工作嘛。不止这样哦，他连这个美军里面内部呢，如果你有跨性别有同志的话，他要把你赶出在这个军队的外面嘛。他现在把所有的焦点全部锁定说，是因为美国的联邦民航组织呢，那么把这些同志呢，那么让他们可以进到里面来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前运输部长自己本身呢就是同志，他认为说，因为他能力不够，所以是一场灾难。不过他为了怕人家说他是对于这个跨性别的歧视，他说他重要的不是对于什么种族啦，对于什么歧视，而是在于他的工作能力。但是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其实川普就认定 DEI 就是所谓的跨性别才是惹事的，才是造成这些的相关事件的这个一个等于说这个原因嘛。但是这个概念这个想法呢，事实上会被这些跨性别的跟这些所谓同志圈呢，那么对川普呢会施以非常严厉的一个谴责。其实那么整个4架直升机跟飞机真正会失事的原因，除了机械的问题之外，是因为那么美国的民航组织它真正的相关的那么航空器的调配员长期人力不够，这才是一个最严重最重要的一个原因。